我跟随师傅在深山中修道22年，师傅却告诉我是被楚家丢弃的真少爷。如今父母突然要我下山认亲，然而只是为了让我替贾少爷入赘。面对他们的假情假意，道爷我决定使用户口本消失术。楚灵天是吧？一点教养都没有，见面了都不知道喊人，果然是个乡下出来的瘪老仔。你虽然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这些年陪伴我们的是楚生，所以你不要妄想取代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。妈，你对我真好，不过你不要说的那么直接，我担心哥哥心里会对我们有隔阂。好，以后和你弟弟好好学学，我要求不多，只要能有你弟弟1/10的懂事就行了。楚家的少爷只能是楚丽，以后在外面见到我，不许说你是我哥哥。楚灵天并没有说话，而是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们。此时的楚阳伟误以为他是个哑巴，于是皱着眉头说道：这小子该不是个哑巴吧？要是这样，恐怕苏家不会同意让他入赘过去。哑巴好，苏家的女儿反正都是个残疾人啊，他们在一起简直天生一对呢。灵天哥哥，你有福啊，刚从乡下过来就能迎娶咱们南城第一女总裁，弟弟真心祝福你呢。你们这些人说完了吗？原来你不是哑巴。切，我当然不是哑巴，只是懒得搭理你们这群经常要挂脑壳的家伙而已。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小子，胡说什么？我可是你父亲，你竟然敢骂我！我要是小猪，你岂不是老猪？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和爸爸说话？要是因为我让你不舒服的话，你就冲我来好了。只要哥哥不赶我离开，打我骂我都没事的。楚灵天眼睛一亮，一个箭步就靠近了楚生，然后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。你个疯子，你知道你刚刚在做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而且这可是他喊我动手的，你没听见吗？或者说你听见了，但是不理解，你果真是智障。你这个乡下人果然一点家教都没有，怎么和父母说话的呢？乡下人吃你家大米了吗？你看不起乡下人，没有乡下人你吃什么？至于你说的家教就更搞笑了，因为老子连家人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家教？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？楚如烟捂着脸背对得哑口无言，楚婉仪见状更是在一旁唯唯诺诺，没有敢说话。然而楚灵天一把将她拎起来，扔到了大门外。我既然回来认亲了，又不是这女人的哥哥，所以他肯定不是这家人。以后在这里单独给他建个狗窝睡吧。简直就是倒反天罡！保镖给我进来，将这个逆子给我拿下，我要家法侍候。下一秒，10几个保镖就跑了进来，气势汹汹地围住了楚灵天。和你们讲道理说不通是吧？既然如此，贫道也略懂一些拳脚。只见楚灵天用力一踩，脚下的地面就直接被踩碎了。10几个保镖瞬间一股骨头断裂的寒意涌上心头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。楚阳伟见到保镖一副怂样，直接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脸色像是涂满了米田共。都没话讲是吧？那就给我准备一些全新的生活用品，还有被褥，一会儿送到我的房间里面去，20分钟之内要送过来，不然我不介意帮你们重新装修一下这栋楼。可可，那是我的房间，又没有写你名字，以后我就住这了。妈妈，老公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然报警抓他进去吧。报什么警？赶紧给他准备生活用品啊！难道你们还想等着他拆了这栋楼吗？那小畜生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楚阳伟看了一眼被踩碎的大理石，特意压低了声音道：我们先忍他一段时间，等他入赘苏家，到时候自然有苏家的人来收拾他。但你放心吧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不会和哥哥计较的。楚生委屈巴巴的样子顿时让这一家人心疼的不得了。突然这个时候，楚灵天的声音打破了气氛：你们在讨论不给我送东西的话，10分钟我就开始拆房子了。你们愣着做什么？赶快给我去准备！你们真想让他拆了这个家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医院啊！还能怎么办？这小主真是一个灾星，一回来就让我们集体负伤，幸好当初就将他丢掉了。爸妈，我是你们的福星，我会永远爱你们的，以后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你们被欺负。还是咱们小生懂事啊，不像那个目中无人的逆子。那我怎么办？那别老仔不让我进房间里住。你傻，他不让你进，你就不敢进吗？楚灵天就是一个疯子，他真的会把我再次扔出去门口的。去医院之后，你去外公家住几天吧，等那个逆子入赘苏家了，你再回来吧。好吧，我再也不想见到楚灵天那个小。给我闭嘴！你说他是小主，岂不是老子就是老主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去医院吧。正当楚灵天准备好好休息一下时，一个清冷的声音从外面响起：苏家苏暖月，求见楚家家主。好熟悉的名字，难不成就是楚阳伟他们口中毁容的残废，南城第一女霸总？楚灵天来到客厅，看到苏满月坐在轮椅上，她的脸上罩着一层面纱，看不清真容，身后站着一个20多岁的女子，浑身散发出危险的气息。不对劲，你没有残疾，也没有毁容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楚家真少爷楚灵天，也是他们找来的替身，与你结婚的人。至于我是怎么看出来，并不重要。楚灵天身为白云老道的大弟子，自然传承了老道士的医术，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苏暖月的身体状况。那他们人呢？被我团练了，估计已经组团在医院挂上儿科了吧。看来楚家找回来的这个甄少爷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没见到你之前的我是不愿意的，
见到你之后，我觉得这门婚事能行。跟我在一起，你可能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那可是太有意思了。我师傅说过，我这个人八字很硬，根本死不掉。嘴巴倒是挺厉害的，就不知道本事也能不能这么厉害。他话音刚落，就感觉到自己的面纱被掀开，嘴唇传来温润的感觉。女保镖刚想开口阻止，嘴巴也被堵住了。苏暖月此时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瞪大了眼睛。这家伙亲了自己就算了，怎么还对自己的保镖下手？现在你看到了吧？我的本事可比嘴巴还要厉害哦。你为什么要亲小丽？还不是你给我找的通房丫头吗？我真想上你早八，你以为这是古代呢，还通房丫头？一旁的杜丽恶狠狠地瞪着楚凌天，只要苏暖月一声令下，他立刻上去收拾这个家伙。我们先回去吧。老板，你今天不是来退婚的吗？如果结婚对象是他的话，倒也不是不行。我们走吧。你们两个我已经盖章了，以后都是贫道的道侣。下山真好。此时楚凌天感觉肚子有些饿，于是指着一个保姆大声说道：“就是你，快给我整点吃的，不用太好，鲍鱼、海参、鱼翅什么的就行。”你谁啊你？楚生才是楚家唯一的少爷，能打了不起啊！老娘已经在楚家待了40年，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臭……哼！保镖呢？给老子滚进来！顿时几个保镖就急匆匆地赶了进来。这老东西不听我吩咐，给我打！呵呵，既然你们不打他，那我可就要打你们了，把你们打残了，我看你们还怎么给楚家当保镖！看着楚凌天的眼神，几个保镖丝毫不怀疑他的话，毕竟连他们的主子在第1集剧情中都被他打，于是他们连忙围住保姆，直接拍揍。你们几个狗腿子竟然敢打我！等会我就告诉老爷，让你们全部滚出楚家！本来几个保镖忌惮保姆的资历，就没敢打太大，结果听到了他这么说，直接忍不住狠狠地揍了他一顿。哦，哥几个干得不错，待会儿加个联系方式，一会儿我给你们1人转10万。贫道什么都不多，就是钱太多了。多谢少爷，以后我们为少爷赴汤蹈火。我已经非常饿了，半个小时之内给我做好1桌饭菜，不然你们都会和那老东西一样躺在地上。很快一道道菜端了上来，楚凌天吃得不亦乐乎。就在他吃得正爽的时候，楚阳伟他们几个就回来了。看到楚凌天吃得如此欢心，他们立刻怒了：“你们干什么吃的？给他这个小畜生做饭就算了，还上这么好的饭菜，他配吃吗？”爸妈，你们不要生哥哥气了，他肯定因为在乡下没有吃过好东西，所以才能如此奢侈的。你们就不要责怪哥哥了。果然是个乡下人，丝毫没有教养可言。这么一对比的话，你连楚生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你们不开口，没有人会将你们当做哑巴。既然不想好好过日子，非要嘴贱，我不介意陪你们玩玩。我既然回来了，一切花销都需要楚家来支付。我对生活费的要求也不高，1个月也就300万就好了。你脸可真大啊！一个乡巴仔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钱？我脸可不大，不过你不给也行。我现在就回道观，让你这个小儿子自己入赘苏家吧。你以为你还能走得掉吗？路在脚下，我想走就走，没人能拦得住我。听到这话，楚生立刻急了。爸，我不想娶那个丑女人，更不想入赘苏家，你就答应哥哥的要求吧。行，我答应你。说我也会，我要你现在就转给我。我都答应你了，老子还能反悔不成？抱歉，白云观离这里不过10几公里，你们20多年都不去找我，反而需要找人替你小儿子入赘时才来找我，可想而知你们的人品有多烂。行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。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，你也去参加，顺便把你介绍给大家。不过不是以甄少爷的身份，而是养子的身份。甄少爷只有小生一个。那好，你们这么诚心邀请我了，我就出席吧。算你小子识趣，我先去休息了，没什么事情别来骚扰我。当你进了苏家，看那残废苏暖月的暴虐脾气，折磨死你这个乡巴佬。哥哥，我来给你送衣服了。爸爸说我今天的晚宴不能穿得太寒酸了，别给家里丢脸。方大爸，你可以下去了。你一个乡下来的穷酸佬，在这儿和我装什么装？就算你是亲生的，但我才是公认的楚家少爷，他们心中只有我一个。啊，你好像很有意见。你不要以为自己身手好点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个世界上身手比你好的人多了，别逼我找人弄你。你想弄我哪里？哎呀，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小心。楚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你不要怪哥哥，是我刚才的语气上可能有冒犯哥哥的地方，所以他才生气打了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，咱小生又没有招惹你，为什么要动手打人？赶紧给我道歉！好家伙，你倒是提醒了我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动手打你的。你江婉柔气得不行，但是一想到入赘苏家的事情，还是忍了下来。小生，咱们不要跟这种乡下人计较，我们走。很快就来到了晚上，楚家的豪宅之中来了不少南城的名流，他们正互相打着招呼，谈笑风生。你怎么还穿着这么穷酸的衣服？你不要脸，我们楚家的人还要脸呢。啊，嫌我丢人是吧？那我可以现在就走。你，哼！四大小姐好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你还满脸笑容呢，一会儿楚阳伟可要宣布你才是和我订婚的人了。你难道真想娶我这样一个残废的丑八怪吗？然后呢？你想表达什么？你要是不想娶我，我可以帮助你解除婚约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告诉你了，我愿意着呢。这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是为了苏家的钱？你毁容是假的，腿残疾确实是真的。不过我懂一点医术，我1个星期就能医好你的双腿，让你重新站起来。此话当真吗？如果你能治好我的腿，我嫁给你也无妨。双腿残废是苏暖月多年以来的心病，自从车祸后，许多人对他虎视眈眈。他很清楚，一旦他失去视力，下场会很惨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必须给你治疗腿，而不是说我给你治疗腿，你才是我的未婚妻。你说这话有区别吗？我和主母说话，通房丫头不要插嘴。哼！诸位久等了，这一次办宴会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楚家的养子楚凌天。杨子，你这搞什么呢？楚阳伟话音还没有落，就被楚凌天打断，他心中一跳，顿时知道楚凌天是要搞事情了。我今天才回到楚家，然后吃了你们楚家一顿饭，怎么就成了你们楚家的养子了？在场的人谁都没有想到，今天宴会的主角会直接打脸楚家，不少人瞬间来了兴趣，目光纷纷投向了楚凌天。我记得你们找我回来，正拿着亲子鉴定呢，说我是楚家暴富的真少爷，楚生是假少爷，怎么一天没到，我变成了养子了？我这还有亲子鉴定书，你们要不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？此时的楚生脸色通红，他万万没想到楚凌天竟然直接说出了真相。你胡说八道，楚凌天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拿着一个假的亲子鉴定书就能骗了大家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无论楚生是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们楚家也只有他唯一一个真少爷。我不知道哪里得罪哥哥了，竟然用假的鉴定书来陷害我。哥哥要是对我哪里不满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向你道歉。咦，绿茶我是经常见，但是男的绿茶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楚凌天，你赶紧给你弟弟道歉，你要是再闹下去，这楚家你怕是待不下去了，在南城之中更是如此。谁说南城没有我未婚夫的立身之地了？你们楚家为难我未婚夫，是不将我苏家放在眼中了吗？未婚妻见此马上力挺我，然而却遭了亲姐楚如烟的辱骂。楚如烟，你有本事你再骂一次！我就骂了，又丑又残疾。你个小马佬又打我！你骂我的女人，我打你一巴掌，这是礼尚往来。我说错了吗？他本来就是一个死残疾，还是个丑八怪。谁敢骂我的女人是残废，我就让谁变成残废！不等众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楚凌天一个抬脚把楚如烟的另一条腿也踩断。这一幕惊住了所有人，他们惊惧地望着楚凌天。这人也太狠了吧！这下子楚家要遭殃了。不对，你刚刚还骂他丑是吧？我要让你变成大花猫！楚如烟被这话吓得连疼痛都忘记，心胆俱寒，连一句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。算了，他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还躺着干嘛？地上有这么好睡吗？赶紧起来跟他说声谢谢。你个逆子，老娘现在打死你！江婉柔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老公，不是故意的，是他。给我闭嘴！其实我很奇怪，你们这些世家不是最看重的血缘关系的吗？现在有我这个新儿子你不重视，难不成只想要将海业交给楚生这类养子？众人顿时眼睛一亮，心想难道这里面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哈哈哈哈！可笑，还不是你不争气，竟然妄想着继承家业，你连楚生的1/1000都比不上啊！别急嘛，我只是发现你们长得可真像，该不会你们也是亲生父子关系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说得通了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我们刚才就说了，楚生是我们楚家的真少爷。江女士，我要是你就先去看看脑科，然后再拉着楚阳伟和楚生去做一个亲子鉴定。江婉柔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楚阳伟立马就慌了。你个小畜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简直就是个疯子！抱歉了诸位，今天宴会到此为止，我们楚家还有点事情要处理。此时江婉柔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使劲地盯着楚生和楚阳伟两人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楚阳伟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楚生长得和那个女人那么像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当年楚生是你自己捡来的，我怎么知道？难道你要相信这逆子的一派胡言吗？说的也是，差一点被那个逆子骗。妈，你不要这么说哥哥了。虽然他把家里弄得一团糟，还打伤了姐姐，但他终究是你们的亲儿子，你们千万不要责怪他。什么亲儿子？有感情才叫做儿子，血缘关系根本不重要。说的没错，楚生，你才是我们的亲儿子，那个乡下人他不配。谁懂？家人们，这简直就是一群白痴！我也这么觉得。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明天去帮你治疗。好，我等你。果然是乡下长大的家伙，一点大局观都没有。这个时候闹起来，丢的还不是我们楚家的脸？搞笑呢！你们楚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都不认可我这个新儿子，我为何要维护楚家？我闲得没事干，你说话都不会说，得了吧，我要休息了。跟你们待在一起，感觉会拉低我的智商。这个时候，楚如烟从疼痛中醒来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：“我的腿断了，我要宰了那个畜生，我要杀了他！”给我闭嘴！来人，去把大小姐送去医院。
爸，我们必须要给哥哥一个教训，不然我担心他会伤害你们两位。楚阳伟其实也非常担心楚凌天会因为楚生伤害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望着楚生的眼神都带着一点怨念。要不是他不愿意和苏暖月结亲，哪有那么多的麻烦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和南城叶飞龙的儿子是同学，我在学校帮过他，所以他一直很感激我。我可以让他请高手来收拾楚凌天。楚阳伟眼中金光一闪，叶家可是南城地下的霸主，手下几乎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楚凌天肯定是打不过他们的。可以，还是小生聪明，比那逆子强多了。我赞同，不过打断2条腿就行了，打死了就没有人替楚生你入赘了。那你放心吧，我只是为了保护你们，找人教训一下哥哥。他毕竟是你们亲生的，我怎么会真的伤害他呢？然而此时他心中想的是要打残楚凌天，能留着一口气入赘苏家即可。很快就到了第2天，楚凌天一大早就打了一辆车赶往苏家，结果司机将他带到了死胡同。赶紧动手吧，打完了我还得去苏家。小子，是你自己得罪了人，他让我把你腿打断，所以只能委屈一下你，待会是爬着去苏家的了。2分半后，随着几声惨叫，一辆出租车开出了胡同，而那个司机则躺在地上，双腿已经被打断，表情极其狰狞。少爷，我失败了，那个人身手不一般，他踢断了我的双腿。电话一旁的男人陷入了沉默，不一会儿才问道：对方有多强？一招就踢断了我2条腿，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他的动作。我知道了，你在哪等着，我找人送你去医院治疗。叶少，事情解决了是吧？非常好，兄弟今晚请客。楚生，你特么玩我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。感受到叶晨语气中的愤怒，楚生顿时有些头皮发麻。他清楚肯定是出了什么差错了。画面一转来到了苏家，此时楚凌天见到的却不是苏暖月，而是一个长相阴柔的青年。你个乡巴佬就是楚凌天吧？孩子，喊爹干嘛？果然是个乡下来的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原来是个白痴，滚一边去！我不和白痴说话。你就一个乡巴佬，还敢骂我？信不信我让你今天有来无回？我当然相信，不过呢，3口叫一下，我不介意让你躺在地上。你个乡巴佬简直就是狂妄！你们这群保镖都死了吗？赶紧过来给我废了这小子，让他知道的罪我是什么下场。你们几个最好跟我一起上，要不然我会觉得不过瘾。苏大强，你要对你未来的姐夫做什么？什么叫做我对他做什么？分明是他打了我，你看我的脸。这真是你打的？楚凌天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承认了。见状，苏大强冷笑一声，他倒是要看看苏暖月要怎么说。就算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，他也要惩罚一下这个楚凌天吧。你没吃饭吗？下一次打重一点，最好打死了，这样就没有人和我抢夺苏家的家产了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他。楚凌天说话的这一瞬间，已经来到了苏大强的身边，一只手捏住了他的脖子。算了吧，反正就算他活着，也对我产生不了什么威胁。那个小舅子，提醒你一句，我这个人脾气不是很好，受不得一点委屈。你下次招惹我之前，记得提前把棺材买好。你就不要吓他了。你居然觉得我在吓他？苏暖月心中一震，他不清楚凌天到底是什么人，动辄就要杀人。一旁的杜丽盯着楚凌天，他从头到尾一直不觉得楚凌天在吓唬，反而是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可怕的杀意。好了，先去我房间吧。望着楚凌天离开的背影，苏大强咬着牙，这件事情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妈，姐姐和她的男人欺负我，还打了我。真气外放，先天大宗师。你腿虽然断了，但是不至于残废。有人给你用了手段，才让你的腿站不起来。1年之内，你的腿会完全萎缩，然后开始影响到身体。最多2年的时间，你身体就会被拖垮，到时候就死了。那怎么样？能治吗？当然能治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。下一秒，他指尖在苏暖月的腿上游走，这一幕让杜丽满脸怒火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家伙竟然趁机占自己家小姐的便宜。他刚想发作，苏暖月给了他一个眼神，顿时让杜丽平静了下来。可以了，站起来试一下。效果还可以，你堵塞的经脉刚才全都被我打通了。害你的人也是真狠，直接以银征服了你的所有经脉，这是要你死的节奏。肯定是那个老女人，就知道她没有这么好心。你只要多走走，2天半的时间就能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了。谢谢你。就在此时，卧室房门被推开，一群人冲了进来。给我滚出去！好，不对，我走什么？我来这是找他算账的。杜丽，你只是我们苏家的一个保镖，你敢打我？你说错了，我只是小姐的保镖，不是你们苏家的保镖。别说是你，就算是苏中海那个老家伙敢违背小姐的命令，我都一样扇他。女人被气得浑身都在发抖，她知道自己得罪不起杜丽，于是就将火气撒到了楚凌天的身上。这个野男人是谁？大白天你在暖月的卧室做什么？要是不给我们苏家一个满意的交代，今天你就不用从我苏家出去了。算了，我不打孕妇，既然你怀孕了，我就放你一马吧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怀孕呢？你是认真的吗？
包的，我的医术不可能会错的。她大概有3周的身子了，算是高龄产妇。可是我爸爸3年前出了一个意外，不能人道了。原来是出轨了。我就说你那个弟弟苏大强怎么和你一点都不像，没有一点姐弟的感觉。他应该也不是你爸爸那种。听到这，苏暖月都有些绷不住了，脸色极其难看，一旁的女人更是紧张到了极点，吵吵嚷嚷的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你就是暖月的爸爸吧？你不要伤心，虽然儿子不是你的，但是老婆是你的。苏中海不认识楚凌天，但楚凌天的话却让他很不舒服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老公，他就是一个疯子，在这里胡说八道呢，快将他赶走吧。他是我的未婚夫楚凌天。苏中海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，不过他还是对楚凌天刚才的话有些耿耿于怀。你刚刚那话到底什么意思？苏大强可能不是你的孩子，还有你老婆出轨了，现在已经怀孕了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带他们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就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公，你不要听他们瞎说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难道你不相信我？我陪了你那么多年。难道你没有信心？不是的，老公，我当然有信心，我有8成把握苏大强是你的亲生孩子。此话一出，使得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沈嫣也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她顿时一脸懊恼。走，现在跟我去医院，让苏大强那边终于回来。我只相信科学。嘿嘿，这次有戏看喽。我身子坏了，不能帮你，你去找别人，我可以理解。你只要打掉了孩子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老公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但是你最好祈祷苏大强是我的种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们母子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放心吧，我想了想，现在有9成把握，苏大强肯定是你的孩子。苏中海自嘲地笑了笑，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是这个女人的一生挚爱，他只有自己一个男人。沈嫣，你很好，好得很啊！沈嫣见苏中海没有发怒，顿时心中一喜，她还以为对方是在夸奖自己。老公，我说的对吧？我就说大强是你的孩子，不会是别人的。你特么自己看。老公，你就放过大强吧，他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但也喊了你那么多年的爸爸，他是一个好孩子，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关系啊。好孩子嘛，和你一起买凶杀人，又找来医生治坏了他姐姐的腿。你说他是好孩子，他就是一颗畜生。原来你都知道了。苏中海一脸不屑地看向他们俩。沈嫣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，她惨笑着说道：“你自己才是最坏的，苏家的控制权你抢不过苏暖月，又不想背上杀害自己女儿的罪名，就借着我们的手想要除掉苏暖月，这样你就可以掌控苏家了。苏中海，我最多只是品行不端，而你是畜生不如，你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放过。”哼，来人带走他们，将收集的证据交给执法队，我要他们2个牢底坐穿。很快，苏暖月他们这边也已经知道了沈嫣和苏大强的下场。既然苏大强母子进去了，也就不用伪装了。通知集团高层1个小时之后，集团总部开会。收到，苏总。我对这些可没兴趣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群没用的东西。少爷，那我们现在杀进去吗？那里是楚家，有头有脸的家族，我要是这么明目张胆的杀进去，不用别人出手，我爸就会打死我。众人陷入了沉默，因为他们终究是地下势力，闹出太大动静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可言。走吧，等找机会再修理他。还有那个楚生，将他约出来，我要他给我一个交代。你们不等我就吃饭了？是你自己没有教养，该吃饭的时候不回来，难不成还要大家等你不成？你要有你弟楚生的1/10懂事，就不会刚回家就乱跑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今天中午你就不要吃了。你们真的是小嘴巴！不等他们反应，楚凌天化作乌鸦哥就直接将桌子掀了。没有人不等你，是你自己没有回来而已。难不成你不回来，我们就不吃了吗？那我问你，要是楚生没有回来，你们会等他吗？这个时候，江婉柔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她顿时脸色一变，闭上了嘴巴。再做一桌子饭菜，按照刚才那一桌做。啊！你疯了？那是我的古董，2000万呢。然后呢？不过倒是你，给我滚出楚家！我没有你这样不听话的父亲。可你也太过分了，看你将爸爸气得什么样了，你还不赶紧道歉？挑嘴吧，好着吧你！竟然敢指责自己哥哥，不知道一点尊卑。你和我们说过长幼尊卑吗？这可不一样呢，在我这里，你们不配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慢步。记住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要是我再听到你说滚，下次我直接拆了这套别墅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将你生下来，把你抠出来甩在垃圾桶里面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我现在很饿。可以笑的话，但會好。你个逆子，
现在给我赶紧回来，10分钟之内。老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叶飞龙并没有回应，而是直接挂掉了电话。叶晨见状，马上开车飞回了家中。然而当他看见客厅之中坐着的人，他瞬间瞪大了眼睛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跪着给你叔叔好好道个歉。叔叔，对不起。小师姐，起来吧。叶晨起来后，一双眸子疑惑地望着自己父亲。你这位叔叔叫做楚凌天，是我的结拜兄弟，他是我的老大。我操！叔叔，我之前让你对你下手，是因为楚家的那个楚生，他请我出手的。我不知道叔叔和父亲之间的关系。那个狗屁楚生敢对我兄弟下手，你去给我弄死他！不用，那人我自有分寸。我来找你是不想大侄子老找我麻烦，我怕到时候一不小心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兄弟有心了。对了，以后遇到苏家的苏满月，对她客气一点，她是我未婚妻。明白，我会吩咐下去的。要有需要出手的地方，你千万不要和哥哥客气。好，我已经说完了，先走了。楚凌天离开后，叶飞龙认真详细的给叶晨说了他与楚凌天的事情。说完后，叶晨极其气愤的拨打了一个电话，给你半小时，给我找出那楚生的下落。你是一个有分寸的孩子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不触及底线，我们还有你叔叔的大腿可以抱，这南城地下世界就变不了天。很快，叶晨就得知了楚生在第一医院治疗，二话不说，他就召集了群手下冲向了医院。叶少，你这是干嘛要打我？咱俩可是朋友。你也配合我做朋友？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罢了，敢特马的害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只是第一次，以后最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老公，那个楚凌天太过分了，自己打了小生不说，还让人过来打他，你一定要给小生做主啊！我给他做主？怎么做主？你想让我和叶龙飞死磕吗？那咱小生就该白白挨打吗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也许不用我们出手就可以解决了。什么办法？苏暖月，如果楚凌天在不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将他睡了，你说他会怎么样？这两人真是太坏了，为了一个养子，竟然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。不行，我要告诉叔叔。叔叔，我是叶晨，我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。哦，什么消息？哥，我真是太羡慕了。今日晚上你和苏满月之间的婚期就能敲定了，今晚之后你就是苏家的人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有福之人不入无福之家，你们楚家是留不住我的。哥哥口才真好，只是希望以后和苏暖月相处的时候也能这么据理力争。我老婆那么漂亮，我让着她不行吗？和她争什么？果然是从乡下来的，为了钱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苏暖月以前也许很漂亮，但是现在毁容了，长得就和鬼一样，送给别的男人都不要，也就你胃口好。他们三人都露出了鄙夷之色，但是突然一道声音就让他们傻了眼。只见苏暖月已经容貌恢复了，也能正常走路了。苏总，你的脸和腿……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成功治愈了，让楚总失望。楚阳伟表情一僵，他干笑道：“苏总，这是哪里的话？你是我楚家未来的儿媳妇，你身体恢复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快请坐吧。”妈，我不要楚凌天和苏满月结婚，我想要和苏满月在一起。你说什么啊？之前你不是说自己不喜欢苏满月吗？非要我们将那小畜生找回来，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？我那个时候哪里知道苏满月能恢复，只有我和他结婚才能帮助楚家，而楚凌天他就是一个身上有反骨的家伙，是不可能帮助楚家的，甚至有可能会让苏家对付我们楚家，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。江婉柔心中一凛，这种可能并不是不存在。想到这里，她一咬牙说道：“小盛，你想我怎么帮助你？”给苏满月下药之后，将他送到我的房间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一切就大局已定了。你不怕苏暖月醒来和你拼命吗？而且你的伤还没有好呢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心中早已有了应对之策。很快来到了饭桌前，苏暖月和楚凌天吃着吃着就突然晕倒在桌子上。见状，楚生大喜，他赶紧说道：“快，将苏满月送到我的房间！”此话一出，除了江婉柔，其他人都有些吃惊。楚生于是又将刚才的话对众人说了一遍。楚阳伟此时眼前一亮，对啊，现在苏暖月恢复了，他肯定能掌控住苏家。只有小生和他结婚，才能让苏家帮助我们楚家，甚至我们最后可以帮助小生得到苏家。只是我的腿有些不方便，爸，你得找个可靠的人帮助我。王八，就你了，你待会去扶一下少爷。好的，老爷。这个小畜生先给送回房间，明天等他醒过来，让他滚出楚家。说完，他指挥人将楚凌天送到房间，安排一切后，他们再将苏暖月送到了楚生的房间里面。王妈，你好好的帮助少爷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小心少爷的腿。好的，夫人。众人离开后，房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氛围。就在此时，楚生却发现王妈的表情不对劲，她呆呆地望着自己，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。但不等楚生反应，王妈就一个飞扑将压倒在地。直至翌日清晨，一群人闯进了楚家，还带着大批的记者。随后他们直奔楚生的房门。什么情况？是你找来的记者？
不是我们的计划中也没有这一环啊。这个时候，楚生的房门已经被打开，记者看见里面的一幕时，已经纷纷拿起了相机拍了起来。突然一声怒吼传来：“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”慢步。我的妈，太疯狂了，要亮瞎我的眼睛了。原来富二代口味这么重，品味这么奇特，今天的热搜有了。楚阳伟和江婉柔冲了过去，他们越过人群，看到了相当惊悚的一幕。楚生此时一脸绝望地缩在地上，而一旁的王妈却一脸幸福，一副被滋润到了的模样。而且从房间里面的凌乱程度就可以看出来，昨天晚上的战况多么激烈。楚生，你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爸，快让王妈滚出去！我要杀了那个楚生，肯定是他干的，他陷害我。你很屌啊！昨天晚上还叫人家小甜甜，一大早起来就让人滚出去，真是无情的男人。你滚，快给我滚！你不要诬赖我，我腿断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呀，而且人家还是第一次呢。少爷，您要为人家负责啊！你干嘛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楚凌天的声音传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热闹？当楚凌天挤了进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顿时咧着嘴巴大笑。楚生，你可以，腿断了还能祸害人家王妈，果然不愧为楚家的真少爷。听到楚凌天的话，楚阳伟心中一震，出了这档子事情，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楚家的名声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说道：“什么楚家的真少爷？楚生只是楚家的养子，你才是楚家的真少爷。而且苏暖月昨天不是在你房间过夜的吗？”楚总看来是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暖月昨天吃完饭就离开了，什么时候留在楚家了？楚阳伟心头一震，他盯着楚凌天，知道这一切都是楚凌天的手段，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楚阳伟露出和蔼的笑容，温和地说道：“你是我楚家真少爷，千万不要和那个杨子学，和乱七八糟的女人乱来，一定要和暖月好好相处，不要做对不起暖月的事情。”爸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喊我爸爸，我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。养子就是养子，永远都是上不得台面。楚生的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，因为他心中很清楚，父亲为了保住楚家的颜面，已经无情地将自己抛弃了。诸位能否给在下一个面子，不要将这件事情报道出去？只要大家答应帮忙，一个人100万辛苦费。此话一出，那些记者的眼睛都亮了，纷纷点头答应。就这样，在楚阳伟的一番操作下，如此丑事就相当于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今天这件事情是你的手笔吧？少泼小爷我！楚生的事就是我整的，你能奈我何？你很好，不愧为楚家的种，有手段也够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楚家真正的大少爷了。以后我亲爱的一切都由你继承。此时江婉柔正推着楚生走过来，听到这一番话，她顿时急了：“老公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楚生的名声已经毁了，我不能让楚家的产业给这样一个名声毁掉的人继承。而且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没有楚凌天有手段。你觉得这样的人能带领我们楚家走向更好？可是生儿不是我们最疼爱的儿子吗？你不要忘记了，楚凌天才是你的亲生儿子。”一旁的楚凌天突然笑出声来，一手就把桌子掀翻在地，然后指着楚阳伟说：“你们就别吵了，我压根瞧不上你们楚家的产业，而且我也不想和你们玩这个真假少爷的游戏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与你们楚家再也没有半分关系。”此话一出，楚阳伟脸色突变，他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别忘记，你楚凌天身体之中流着的是我楚家的血，你永远都无法与我楚家断绝关系。”那他呢？他身体之中也流着你的血，你怎么能说舍弃就能舍弃了？楚凌天指着楚生不屑地说出了真相，江婉柔和楚生全都惊呆了。楚阳伟破防的大声呵斥道：“你个逆子在胡说八道什么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苏暖月走了进来，她手中拿着一个文件袋。有没有胡说？这个亲子鉴定报告足以说明一切。不等楚阳伟反应，江婉柔一把夺过文件袋，掏出了里面的亲子鉴定报告。下一刻，江婉柔脸色苍白，她将手中的鉴定报告直接甩在了楚阳伟的脸上，怒声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楚生怎么可能是你的亲生儿子？”见到瞒了这么多年的事情暴露，楚阳伟干脆不装了。不错，楚生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难道你没有发现他长得很像一个人吗？是那个贱女人吗？还不止呢，当年楚凌天走丢的事情就是你老公干的，他的目的就是丢掉楚凌天，将自己和小三的私生子接回来，然后继承楚家的一切。江婉柔像是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，她整个人一下子崩溃了起来。楚阳伟，你为了一个小三，竟然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抛弃，你简直就不是人！我不是人，你江婉柔为了别人去陷害自己的儿子，根本不是人，自己亲生儿子都能下得了手，真是够狠毒的。江婉柔口中喷出一口鲜血，整个人摇摇欲坠，差一点晕了过去。是妈妈对不起你，你相信妈妈，以后妈妈会好好补偿你的，你能不能原谅妈妈？江婉柔对楚阳伟已经死心了，但她还对楚凌天抱有一些期待，希望楚凌天能原谅她这个不称职的母亲。然而楚凌天只是淡淡一笑，然后转身离开了楚家。楚阳伟，我要跟你离婚！哼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小姐是要带你去参加酒席。我知道，你不是说要穿得越隆重越好吗？
这是我最隆重的穿着了，难道不行吗？不等杜丽反驳，楚凌天已经坐上车了。杜丽小声吐槽了一下，就开车前往目的地。一个包厢内，众人本来聊得甚欢，当看见穿着道袍的楚凌天进来时，全都愣住了。然而，一名50多岁的老人走到前面，直接向着楚凌天跪了下来。仙长，怎么是您？您来南城了，怎么不通知我一声，我好招待你？男人激动地说着，望向楚凌天的眼神简直像是看到了一个稀世珍宝。苏暖月不禁问道：“陆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这位就是我和你们说过的仙长。3年前我曾经去泰国旅游，结果回来之后，一家人全都一病不起。后来听人说我是得罪人了，被人下了降头，请了很多玄门高人过来都没有用。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位仙人，他只是随便出手就灭了我家中的降头。那个仙人就是他。听到他的话，其他人望着楚凌天的眼神全都充满了炙热。楚凌天这时也认出了眼前的男人，将他扶起来说道：“原来是老陆，当年帮你们一家，只是因为你们一家人都是好人，你不用感谢我，多做好事就行了。”好，我一直记得仙长说的话。对了，仙长您这是来干嘛的？我是来找我老婆的。所有目光一下子全都集中在苏暖月的身上，因为在场的女人只有苏暖月一个。对，他是来找我的。苏总的未婚夫不是楚家那个刚回来的甄少爷吗？难道那个人就是仙长您？楚凌天点了点头，然后走到苏暖月的身边坐了下来。你怎么穿这一身过来了？有问题吗？黄色道袍是天师高宫才能穿的，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尊重。一些高高在上的大佬也要对他们敬畏3分。没问题，今天这个场合实在是穿得太好了。苏总的那个项目我同意了，要怎么做你直接告诉我就可以。有仙长在苏总身边，我完全放心。其他人面面相觑，他们对视一眼，纷纷也同意了项目的合作。就在这时，楚凌天突然盯着一个男人说道：“你想不想要孩子？”仙长，我能拥有孩子吗？您没有骗我。简单，我有个方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知道？道长若是能助我得到一个孩子，我愿意奉上1个亿作为报酬。钱无所谓，只要你回去和你老婆离婚，然后再重新找一个老婆就可以了。听到这，顾天明脸色瞬间变了，他怒视着楚凌天，其他人脸色也都有些变化。陆厉行拼命的给楚凌天使眼色，因为顾天明即使是南城的大人物，但出了名的专情，最宠自己的老婆。仙长，这种话以后就不用说了，我与我夫人之间的感情不会因为一个孩子而分开的。顾总，你别着急嘛，据我了解，仙长从来都不会无的放矢，他刚才那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为了不必要的误会，还请仙长解释一下。丽晶大酒店9527号房间，半个小时之内赶到，就能知道原因。众人脸色都变了。这句话明眼人都知道楚凌天是在说顾天明的老婆出轨，顾天明却不相信这一说法。行，今天就去一趟君悦酒店，若和仙长说的不一样，我会起诉仙长造谣。转眼间，一行人跟随着顾天明来到了丽晶大酒店，走向了9527号房间，然后顾天明一脚踹开门。当看到里面的场景时，顾天明浑身一僵，怒气冲冲地跑了进去。天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可以和你解释，你不要误会啊！众人都大吃一惊，这女人她不是别人，正是顾天明的妻子谢曼青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和你的干弟弟在这里偷情，解释你们睡在一个被窝是一个意外，还是想要解释什么？谢曼青脸色微微有些发白，她满脸愧疚，但很快化作冷笑，指着顾天明说：“顾天明，我告诉你，阿南才是我的真爱，你不过是横刀夺爱的混蛋而已。当时嫁给你时，我就下了决定，我虽然成了你的人，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给你生儿育女，我要你断子绝孙。”众人吃惊地望向楚凌天，他们总算是明白为何楚凌天让顾天明换一个老婆了。让各位看笑话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大家先离开吧，我得好好解决这丑事。大家没说什么，就一起离开了大酒店。与此同时，江婉柔和楚阳伟也正式离了婚，贾少爷楚生跟着父亲，其他2个女儿则是跟着母亲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去给那个乡巴佬道歉，还要我们一起去？你给我闭嘴，那是你亲哥哥。可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乡巴佬。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去道歉，将楚凌天认回来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到时候你就跟着楚阳伟那个畜生去吧。听到江婉柔的话，楚婉仪打了一个寒战。现在双方撕破脸，楚阳伟对他们肯定是充满了敌意。如果连江婉柔都不要自己，他就真的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了。知道了，我同意明天和你一起去和楚凌天那个乡巴佬道歉。一大早，楚凌天就来到了一间店铺，想要寻找他的兄弟孙强，但却找不到他的人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。凌天哥，不好了，孙强被人扣住了，那些人让我们带着100万过去赎人。是谁做的？那个人是叶龙飞的手下，叶龙飞是南城地下世界的霸主。凌天哥，你不要冲动，我和孙伯伯准备凑钱。不用愁了，我认识那叶龙飞，跟我走。于是2人来到了对方给的地点。此时他们要救的孙强跪在地上，被打得浑身是血。当看到乔乔出现，他疯狂地摇头，大喊道：“乔乔，你快走！他们是故意引你过来的，他们的目标是你。”凌天哥来了，我们不用跑。呵呵，你爹来了也没有用，今天这个女人我细狗玩定了。楚凌天也没有多废话，直入主题道：“你老大叶龙飞对吧？
我已经给他发信息了，10分钟之内他就会到。今天的事情，他若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我亲自捏死他。你特马地敢侮辱我老大，小子你死定了！今天谁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细高，你说谁死定了？”叶龙飞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。随着楚灵天转身，细狗看到了自己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画面。叶龙飞直接跪在了楚灵天的面前，满脸愧疚的解释：“楚兄弟，我错了，是我没有管教好手下，让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惩罚我吧。我当年救你，只是看你还算不错，但若是你的手下都会残害普通人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”兄弟，我敢向你保证，我真的没有纵容手下去残害普通人。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问我手下的这些兄弟，他们知道我的规矩的。楚灵天没有说话，而是看向了细狗等人。叶龙飞立刻领会到，他们是最下边的小弟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胆大包天，敢违背我的规矩。兄弟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我相信你这一次，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，你自己想想后果吧。楚灵天说完，就马上扶起了孙强，带着他们离开此地。至于细狗他们几个，叶龙飞没有放过他们，让人将他们的四肢打断，然后赶出了堂口。谁让你来我家的？你老婆呢？苏中海脸色一黑，因为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，养了多年的儿子竟然还不是自己的主。现在楚灵天故意提起来，苏中海简直气炸了肺。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将他给我撵出去！整个苏家没有一点动静，那些护卫不是没有听到命令，而是他们都见过楚灵天的厉害，都选择了无视。现在苏家我做主，没有人会听爸爸你的命令了。你想要将我的男人赶出去，未免有点太想当然了吧？哼，他已经被楚家赶出去了，而且因为他，整个楚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他就是一个不祥之人。你难道想让我们苏家也变成那个样子吗？那是楚家他们自己的原因，和我苏家有什么关系？苏中海刚想要再反驳，楚灵天直接对着他的脸一巴掌抽了过去。下一秒，苏中海倒头栽在地上，陷入了昏迷。老人家身体就是好，倒头就睡了，真羡慕。他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别忘了我是懂医术的，他只是昏迷了过去，压根不会有事情的。行，没什么事情，今晚早点休息吧。就这样，苏中海一直躺在那里，直到凌晨2、3点，这才醒了过来。反了天，我苏中海被打了，而且昏迷在这里几个小时，竟然没有人管自己。可恶的楚灵天，我保证不会放过你的。苏中海咬牙切齿，对付一个没有背景的后辈，他还是有把握的。哪怕是苏暖月来了，都护不住楚灵天。把车给我开过来。啊，苏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楚灵天那小子打的。现在暖月也鬼迷心窍，既然只听他的话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苏总，你要不要联系叶龙飞？只要他肯出手，那个楚家小子不足为虑。苏中海听到叶龙飞的名字，顿时眼睛一亮，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说：“你帮我联系叶龙飞，就说我愿意出1000万，让他给我废了楚灵天那个小子。”好的，苏总，我马上联系。苏中海一脸冷笑。他不相信楚灵天还能躲得过叶龙飞那群人。这时助理成功联系上了叶龙飞。林助理，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叶总，我们苏总出1000万，想要您教训一个人。1000万对叶龙飞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他一下子来了兴趣。教训谁？楚家的那个刚回来的少爷楚灵天。苏总看他不爽，愿意出1000万来废了他。什么？你说要我教训谁？楚家刚回来的少爷楚灵天。叶龙飞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名字，便陷入了沉默。不一会儿才说道：“他很厉害，1000万不够，得加钱。”林助理愣了一下，1000万修理一个人说足够的，他只好立刻请示苏中海。不过是坐地起价而已，只要他帮我废了楚灵天那小子，我愿意给1500万。成交，钱现在打过来，我明天就帮你废了他。苏中海也不怕叶龙飞赖账，他混江湖的，自然要讲究信誉。很快，1000万就给他打了过去。爸，你真的准备对楚叔叔下手？放屁！老子就算是自己去死，也不会对你楚叔叔动手的。那你收人家钱做什么？收钱只是顺手的事。你现在马上带几个人去苏中海的别墅，教训他一顿。只因我扇了未来岳父一巴掌，他却花1500万找人教训我，然而他找的人却反手闯进了他家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难道把楚灵天给我抓来了？然而叶晨走上前，一脚踹在了苏中海的身上，倒在地上的苏中海懵了，随后大怒：“叶晨，你敢打我？你们疯了吧？我给你们钱是让你们帮我教训那个楚灵天，不是让你们来打我的。”苏中海话音刚落，叶晨又一个巴掌抽在他的脸上。你个老东西，特马知道楚灵天是我什么人吗？他顿时意识到了不对，从叶晨的话就能听出他们认识楚灵天，而且关系好像还很不错。想到这里，苏中海连忙道：“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楚灵天和你们有关系。要是我早知道他是你的人，我也不能找你们对付他。”又一脚踹在苏中海身上，他惨叫了一声，剧烈的疼痛差一点让他昏了过去。他整个人都懵了。哎呦我去！难道楚灵天和对方没有关系？但是这不合逻辑啊！楚灵天是我爸的恩人，和我爸爸是兄弟，也是我叶晨的叔叔。你特马想要打我叔叔，你觉得我能饶了你吗？苏中海万万没想到楚灵天竟然是叶龙飞的恩人，要是早知道这一点，
他绝对不会嫌弃楚凌天的，因为苏家若是有叶龙飞的支持，他们苏家在整个南城的影响力会增加很多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很认可楚凌天这个女婿。叶晨却不愿意废话了，随着他一摆手，一群人又涌了上去，对着苏中海疯狂地输出。当天晚上，苏中海又进了医院。第二天，苏暖月听到消息之后，整个人有些蒙圈。楚凌天虽然给了他一巴掌，但不至于让他住院吧？苏总是被叶晨他们打的。叶晨为什么要打我爸？其实是苏总出了1000万，让叶龙飞收拾姑爷。楚凌天是叶龙飞的兄弟，他让叶龙飞打他自己兄弟，真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林助理这才意识到苏暖月是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他赶紧对楚凌天说道：“苏总已经知道错了，还请姑爷向叶老大说一声，请他饶了苏总。”不要紧张，叶龙飞是一个有分寸的人。林助理，你可以走了，告诉我爸，只要他不乱来，叶龙飞不会找他麻烦的，让他放心好了。林助理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奔向了医院。这时有个佣人跑了进来，说有人要找楚凌天。不切，请他们离开吧。没等楚凌天说完，江婉柔他们3个仗着自己的身份就冲了进来。见到楚凌天那一刻，江婉柔立刻开始了认错。儿子，你难道真的不认妈妈吗？现在妈妈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妈妈，再给妈妈一次机会吧。江女士，请你不要随便乱喊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无父无母，从小是被师父养大的。江婉柔浑身巨震，楚凌天这是铁了心的不想认他。他苦涩的说道：“都是楚阳伟那个老东西害的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怎么可能不爱你？之前都是妈妈错了，你再给妈妈一次机会吧。妈妈给你跪下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江婉柔直接跪在了地上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唯有楚凌天站在那里，嘴角噙着一抹冷笑。他明白对方这是在玩道德绑架，以后他们不允许介入苏家，若是再敢强闯，直接打断腿扔出去。这话一出，瞬间引起其他2人的不满。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？妈妈都跟你跪下了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就算是你心中有再多的不满，妈妈都给你跪下了，你也应该消气原谅她。毕竟做母亲的哪里有不疼爱自己儿子的？面对他们的指责，楚凌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直接就走了。将他们撵出去，没听姑爷说吗？以后见到他们直接撵出去就可以了。那些护卫顿时反应过来，立刻将他们3个扔了出去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要认回来他就必须答应。白痴，赶紧滚，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。你们这群狗腿子给我等着，等我们母子相认之后，我肯定会让楚凌天好好教训你们的。妈，我们回去吧。不行，给我联系记者，我要逼着楚凌天和我相认。不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楚凌天的性格，你要是逼着他和你相认，结果只会适得其反。楚婉玲还想说什么，江婉柔瞪了他一眼，有些疯狂地说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我决定的事情，谁也不能反对。”见到江婉柔的反应接近癫狂，2人便只好闭嘴跟在了他的身后。这时楚凌天来到南城的火车站，他今天是要接一个叫玄门豆豆的女。很快，一个长相不俗的女孩子从出站口出来，一身仙气飘飘的打扮。老公，谢谢你来接我，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找一个住处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找。楚凌天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叶晨的电话。有空余的房子吗？我一个朋友要住。我有一栋空置的别墅，就在城区里面。我现在把定位发给叔叔，你们直接过来就可以了。走吧，住所给你找到了。很快2人就来到了一栋别墅，见到楚凌天出现，叶晨赶紧迎了上去。这位是嫂子吧？这栋别墅我马上安排人过户给您，以后这栋别墅就是您的产业了。鸡豆豆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他拍了拍叶晨的肩膀。不错，大侄子，这个平安符送给你，保你平安的。叶晨愣了一下，然后神色有些古怪，没想到这个年轻女孩竟然还相信这种东西。收好了，可以保你一命的，这东西只要拿出去拍卖，比你这栋别墅值钱。鸡豆豆拿出符纸的那一瞬间，楚凌天就感应到这是真正的好东西。叶晨大吃了一惊，然后郑重的将平安符收了起来，放在身上。你们先忙，我现在让人去办理过户手续。行了，你估计事情也挺多的，你自己上网看一下吧。楚凌天一脸疑惑，拿起手机查看了起来，下一秒立刻怒气道：“我不愿意搭理他，没想到他竟然自己找死。”原来是江婉柔真的在网络上发布了对他的指责，很多网友都相信了，对楚凌天口诛笔伐。看到这些消息，楚凌天觉得自己当初还是太心慈手软。这时苏暖月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江婉柔开记者会造谣你，应该是要逼迫你和他相认，我已经让人开始压热搜了，需不需要对江婉柔下手？可以。楚凌天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苏暖月得到楚凌天肯定的答案，立刻就开始动手了。此时的江婉柔正在家中等待楚凌天向她认输，她觉得自己手段太高明了。就在此时，楚阳伟的电话打了过来，虽然心中很不情愿，但江婉柔还是接通了电话。你这个蠢女人到底做了什么？现在苏家全力阻击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完了。楚阳伟，你这个狗男人，你凭什么骂我？蠢货，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？我完了，你们也跟着我完，你们等着上街要饭去吧。楚阳伟愤怒地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江婉柔生气地将手机摔在地上。这时楚婉玲一脸慌张跑了进来。妈，我们这下子真去完了。刚刚那狗男人胡说八道，难道你也要胡说八道吗？不等他们反应，
一群人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。江婉柔刚想要大怒，却直接被扔到了大门口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这可是我的家，你们凭什么在上面贴封条？这就是得罪苏家的下场，你们就后悔再去吧。看着被封的家门，江婉柔眼中闪过滔天的恨意。都怪楚灵天那个冷血动物，若不是他，我们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？他真是畜生啊，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放过。楚婉玲还想要说什么，却被江婉柔打断道。我还有你外公外婆，还有你舅舅，我们还没有输，只要有他们在，我们还能对付楚灵天，让他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楚婉玲摇了摇头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母亲该有的想法，但她知道劝不动自己母亲，只能期待舅舅能劝得了她。第二天早上，刚起床的楚灵天来到客厅时，一下子蒙圈了。鸡豆豆竟然坐在客厅之中，还向着他挥手，笑着打招呼。姐夫好。什么姐夫？你们认识吗？之前我不是说过我有一个天定的老公，那人就是姐夫了。这下子连苏暖月都懵了，她天定的老公是楚灵天，那自己这个未婚妻算什么？但苏暖月对她的话深信不疑，因为鸡豆豆的真实身份是个本领极其强大的道士，1年前还救过自己的命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你未婚妻的妹妹啊。我也会开相，还懂医术，你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既然你和豆豆是天定的婚姻，那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吧。苏暖月说这话时表情没有变化，但心中却有些难过。但鸡豆豆却笑着说：姐姐你跑不掉的，你和楚灵天也是天定的缘分，我算出来了。就在他们讨论之时，一个佣人跑进来大声说：小姐，江家家主江昌永来了。不见，麻烦他们请回吧。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外公来了，请他们进来坐坐吧。女人被亲生儿子扔出家门，为了报复他，女人让她的外公外婆上门认亲，男人对此却丝毫不慌。两个老东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们只是想要和你相认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看我们一把年纪，主动来求你相认，你难道忍心拒绝吗？跟那江婉柔不愧是一家人，我一旦和你们相认之后，你们就会借着长辈的名头让我和江婉柔相认，然后借着这个理由让暖月放过楚家。你们真的是好主意，可惜在我这里没用。老夫妻两人陷入了愕然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心思竟然完全被楚灵天看透。你就算是再不愿意承认，你也改变不了你是婉柔的儿子，是我们的外孙子。你们说的对，老夫妻二人都是心中一喜。楚灵天认可自己的话，难道他是要与他们相认了？可楚灵天却说：如果你们都死了，这不是我就不用和你们相认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是说你们若是铁了心要和他相认，他就灭了你们，这样就不用相认了。楚灵天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好歹是你的外公和外婆，你就算是不认我们，也不能这么狠心啊！滚！我给你们30秒的时间，你们若是不滚出去，我亲手把你们扔出去。我就站在这里，你是我外孙，我不相信你敢大逆不道，将我们扔出去。话音刚落，他的脸突然一下子全红了，呼吸困难。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之中，楚灵天直接捏着江昌永的脖子，将他拎了出去。江家的那些保镖想要动手，结果还没有接近楚灵天，就被他一人一脚踢了出去。孩子，你怎么做，我们都不怨你，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对不起你。外婆只是希望你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好好的补偿你。演完了吗？演完了就滚吧。楚灵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进入了院子里面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样了？他不认我们，还打了你父亲。那个畜生怎么敢这么大逆不道？他现在就仗着苏暖月喜欢他，为了他可以不顾一切。以后等苏暖月玩腻了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怎么办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招惹苏暖月那个女人了？他们公司现在全面和我们停止了合作，公司的业务至少少了30%。见自己大哥生气，江婉柔赶紧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爸妈，这个简单，只要苏暖月不喜欢他，一个乡下来的家伙，在南城还不是任由我们揉扁捏圆？大哥的意思是，今天南风就回来了，我让南风去追求苏暖月，以南风的手段，苏暖月很快就会沦陷，到时候你们想把那个楚灵天怎么样，就可以怎么样。太好了，有南风出手，那个苏暖月肯定是手到擒来，到时候就能好好教训楚灵天那个逆子了。此时一旁的楚婉玲没有和他们讨论，而是走在一旁给楚灵天发去了信息。我是楚婉玲，舅舅想让表哥江南风追求苏暖月，让他抛弃你，这样就可以对付你了。你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让他成功了。楚灵天微微一怔，他万万没想到楚婉玲竟然发信息来提醒自己，这让他有些啼笑皆非。江南风是吧？真是找死！刚到苏家公司门口，楚灵天的目光就被不远处的一个男人吸引。那男人皮肤有些微黑，个头很高，快接近1.9米，身上肌肉隆起，整个人充满了阳刚的之气。我的妈！神棍是你！闭嘴！再叫老子神棍，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。楚灵天，你特马怎么在这里？当初你离开队伍，队长一直挽留你，你这家伙都没有留下来，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呢。行了，金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有什么难缠的家伙进入南城了吗？是有一个难缠的家伙进入了南城，不过我暂时失去了他的踪迹，只知道有一个人和他联系的，那人叫做江南风。
江南风不正是江家的那个家伙吗？而且我追击的人不简单，是天堂的一个炽天使。楚灵天浑身一震，因为天堂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组织，在天堂里5大天使长是其中最强的存在了，5大天使长之下就是炽天使，是实打实的顶尖高手。本来我还担心我一个人找到了炽天使，也有可能会被他跑掉，现在有你在，我就不担心了。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直接联系我，我就住在南城。好了，我得要去接我未婚妻，你在这里待着吧。哎，岂有此理！神棍，你找女人了？队长他喜欢你那么多年，他不得伤心死了。根本不用伤心，我依旧能接受他。你竟然要左拥右抱，你觉得队长会答应吗？楚灵天不说话，他只是笑了笑，因为选择权貌似不在队长的手中。而此时金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对了，你正在跟踪的那个江南风应该算是我表哥，不过他应该是活不过今天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他想要敲走我的未婚妻。说完，楚灵天就转身走向了公司。金刚也没有多问什么，因为自己和楚灵天曾经一起并肩作战3年的时间，太清楚他的手段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打个电话。江南风是不是来找你了？这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家伙之前和我是同学，这一次出国回来，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，又以老师的名义办了一个同学会，我想要拒绝都很难。既然没有办法拒绝，那就答应。你们同学会可以带着家属去吧？当然可以，你要跟着我一起。不过，是不是这个江南风有什么问题？楚灵天拿出手机，把短信给苏暖月看了看。他还挺自信的，说起来他还算是你表哥呢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招待室，楚灵天一下子就看到了江南风。这人长得很英俊，戴着一个金丝边眼镜，穿着一身的高定西装，看起来很有成功人士的派头。虽然这人实力不强，但他身上有一股气息，对付普通人估计能一下子打10几个。老同学，快给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楚灵天。江南风一下子脸色变了，他没有想到刚回来就遇到正主，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原来是表弟呀！我叫做江南风，是你的表哥，我父亲是你的舅舅。可楚灵天目光一冷，落在江南风的身上，他顿时感觉身体一紧，整个人像是被冻僵了一样。